关于俄乌冲突的2则消息，一是乌克兰正在训练一支特殊部队，将派出他们去推翻普京的政权。据基辅共同社报道，乌克兰军方组建了一支西伯利亚部队，这支军队的人员主要由俄罗斯人构成，其中还包括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其中部分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甚至还有日本人。这些人经过培训后，一部分人投入正面战场，一部分人则要投入到俄罗斯境内，旨在推翻普京的政权。最初，西伯利亚营据说是由来自俄罗斯联邦的数十个少数民族组成，但现在看来，其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些人是普京的主要反对者。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境内多次被袭击，就是境内少数民族争取独立搞的袭击，乌克兰和西方趁机暗中支持。二是《纽约时报》23日报道称，普京对停火表示了兴趣，俄罗斯正通过第三国传达给美国。前些日子，俄罗斯专机前往美国，或许就是某位高层人士去商谈这件事。外媒称，普京认为当前这点优势有助于结束战争，一是战局停滞，二是乌克兰所谓的夏季攻势彻底失败了，夏天都未能成功，别谈冬天，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冬天打赢俄罗斯的防守战。三是美欧对支持乌克兰感到了疲倦，国内反对党极力反对，民众也反对，所以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开始下降。四是巴以冲突爆发后有扩大的趋势，犹太人在西方的地位很高，而乌克兰排不上号，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得不抽出更多精力放到中东，乌克兰不再那么重要了。该报称，普京的信息是通过与美国和俄罗斯都有渠道的多个政府发送到美国的。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评论了这篇文章，称其不准确。个人点评，俄罗斯发言人称信息不准确，说明有这么一回事，但可能有的消息不一定是真的。目前来看，俄罗斯的确有迫切结束战争的想法，因为当前的局势对俄罗斯非常有利。如果巴以冲突再次降温，西方再次集中精力放到俄乌战争，俄罗斯又要承受很大压力了。